咱们今天呀，跟您玩点不一样的，来一期特别节目，借用一盘非常精彩的历史名角，踏踏实实的跟您唠唠棋理。这盘棋说起来，那可是相当的精彩，把士象的作用运用到了极致。那可能会有人说啊，我这人特别擅长使炮，那个人呢特别擅长使马，这可都不算本事啊。有本事你擅长使用士象，那才是真正的高手。这盘棋呢，来自18年的大师赛，当时持黑方的呀是外星人王天一，持红方的呢是蜀山少侠郑惟桐。当时红方是以仙人指路开局，黑方对冲一卒，红方呢跳正马，黑方跳正马。咱们可真的是有啥说啥。在这盘棋之前呀，红方的正招基本上都是选择跳屏风马。当时郑特是不走寻常路，直接选择了上边马。后来这步棋啊，成为了主流的布局。说这两步棋究竟有啥区别没有啊？那区别可就大着个了。首先，自己的右炮那是相当的灵活，走哪儿都可以啊。比如说平炮完全可以，瞄着你的马呢，是吧？平两步也是可以，相当的美观。平中炮可以，甚至走过弓炮依然是可以的。这右炮啊，相当的灵活。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左炮了无牵挂。咱们以前经常说啊，这左炮跟右马是一对儿。既然说右马有大鼻子看着呢，那这左炮出去干活啊，了无牵挂。但是如果咱们是一个屏风马，这炮出去干活，心里边肯定是有牵挂的。我这三路马是妥妥的阵型弱点呀，以后随便过来一个玩意儿祸害咱们肯定受不了。所以说人家出去干活啊，心里面是有牵挂的。这是第二个作用。第三个作用是什么呀？你黑方要是想上马河口线，那可就不行了。如果我是一个屏风马，你可以上马踩兵，我是边马，你就不能上马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红方进炮，你这马是前进无路啊，从哪儿来你给我回哪儿去。黑方退马，那么红方退炮，很显然红方白便宜了一手棋啊，所以这么走的话，黑方血亏。咱们书归正传啊，黑方选择了一步飞象，那么红方平炮，准备以后迅速的出车。当时这俩哥们可就杠上了，黑方上马封车，那么红方进炮齐合，真的是不依不饶啊！就您这俩破玩意儿还想封住我的车，你赶紧给我跑路，你跑了我的车不就能出来了吗？黑方往前一撞，我就跟你杠了，我就不动话。红方往前一冲，黑方飞龙在天，红方再往前一撞，有本事你冲我一试试，你要给我撞了，我可真敲你的马呀！黑方上马，当黑方上马以后，问题呢交给了红方。这儿好像有一个小便宜啊，到底能不能占呀？如果红方往前一冲，咱可别忘了，开局的炮大，残期的马大，上来开局丢一个炮啊，肯定是不合适的。红方往外一冲，您说现在黑方可以走什么呀？可以选择一步落象。这步落象可太巧了，首先给中炮腾一个位置，以后还准备走车一平三。比如说红方往下一冲，那么黑方架中炮，无论红方走什么棋，黑方都可以选择车一平三。人家的子力出动速度太快了，虽然咱们过了一个小兵嘛，但是毕竟少了一个大炮啊。这兵你想够着别人，那可早着个了。而且自己的左车啊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，这不还让人家给封上了吗？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黑方相当的满意。当郑特想到这儿啊，我布局大家就靠着棋理过日子呢，你还跟我拼棋理是咋的？所以直接把炮啊往过一敲，我才不上你这个当呢。黑方落象，当时红方愣是不管这个事儿，拼棋理咱俩就拼到底，而是选择了一步出车。问题呢交给了黑方，说这个炮到底能不能飞啊？我把象飞起来白吃一个炮，
而且自己啊是一个弹子炮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当前盘面啊，100个人99个人都得上当。如果现在黑方往上一飞，那么红方往前一冲，您看这小马往哪儿跑啊？首先退回去不行吧？这炮是白吃白喝，直接给这炮给隔开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往上踩，对吧？那么红方上马，您看小马往哪儿跑啊？首先往这儿跑不行，人家飞象啊又是一个先手，逮得跟浪鸭子似的，肯定不行啊。接着说往这儿跳是不行的，那说我往这儿跳行不行啊？红方进去又是一个先手，逮得跟浪鸭子似的，肯定不行。所以这个破马呀还得跑路，既然跑不了了，只能平炮看上。那么红方出车，咱们此时盘点一下战场，黑方一共走了几步棋啊？有效步数可就走了1步棋，剩下的步子全都没有用啊。平炮有用吗？肯定是没有用，车呀一时半会儿出不来。您说这马跳上来有用吗？已经入了虎口了，生死未卜啊，这哥们儿。所以说黑方的有效步数就是1步棋，红方的有效步数那可就多了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在步子上红方肯定占便宜。说现在黑方还多了一个大子呢，您可别忘了黑方还少了一个象呢，人家还有一个过河兵的补偿，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占优势。棋理啊说白了就是对局势的判断，有的人觉得这棋黑方好，有的人觉得这棋红方好，关键取决于自己的认知啊。所以有的人说棋理对，有的人啊说棋理不对，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听得懂呢？当时黑方啊选择了一步进炮，我这炮不给你吃，我才不上你这个恶当呢。红方把炮闪开，那么黑方拉横车，红方象3进5一飞，先把自己的阵型补的那是结结实实。黑方走啥呀？赶紧把车出来再说。红方可就不干了，您把俩车都露出来了，我这一路车怎么出啊？干脆拱兵，咱俩呀大换血。黑方把兵一飞，红方呢顺势一敲，黑方打过来，红方客气啥呀？掐一个对窝车。红方此时把车一吃，黑方往回一踩。现在红方抢了一个小先手，红方上马。现在身为黑方来说，您可千万别乱走。比如说黑方平鞭炮怎么样啊？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先手，但是这个先手啊是假的。红方出车，我还捉你的炮呢。黑方把炮闪开，那么红方上马，眼看着小炮关小黑屋里了，那不是干等死吗？所以这么走的话肯定是不行的。当时黑方走了一招啥呀？走了一招进炮，先瞄住你的中兵再说。红方呢上马，随时准备车1平3，先手捉象。黑方是未雨绸缪，我先选择飞象。红方呢补士，黑方上马，红方把车出来再说。当时老王是想了又想，走了一招平车，真的是匪夷所思啊！到底啥意思呀？这步棋给以后的棋局埋下了深深的伏笔。当时红方上马，黑方呢把炮往下一点。既然说您的炮跑路了，那我这小马不就活了吗？不用看着边兵了呀。所以红方上马，黑方平炮，露出了尖尖的獠牙呀。准备干什么呀？现在先手打你的车呢，你这车拿什么解释啊？首先平在这儿不行，人家 C 炮乙将军，这小军还得跑路，底线可就开花了，肯定不行。那说现在我平一步行不行啊？人家炮击中象野将军正好把车给抽了，所以人家的车啊就跟这儿等着呢。那说现在电炮行不行啊？其实电炮依然是不行。黑方陈炮乙将军，你这车得跑路是不是？然后人家再把炮给闪开，随时准备平炮，这底线还不开花吗？所以这么走的话，黑方占优势。当郑特想到这儿，我惹不起躲得起还不行吗？红方把车闪开，黑方进车捉马，
走的那是相当的轻盈啊。先把车出来再说。红方上马，黑方沉底炮，您呀墙上贴着吧，想出车门都没有。红方上马，先握上槽再说。黑方呢补士，红方上马连环，黑方退炮，把自己的阵营补的那是结结实实。按照赛后拆解的结果，现在红方应该走什么呀？应该选择一步上马换马，省着你的小马以后成了精啊。无论你黑方走什么棋，那红方强行换马，先杜绝一切的后顾之忧啊。无论你怎么吃我的马，我呢伺机把车出来，那这个盘面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当时红方可没这么选择，蜀山少侠呀，他想赢棋，他选择了一步知识，经典的内线运子，准备干什么呀？准备以后退炮往过调，或者拉横车往过调都可以啊。我再过去一个子儿，你肯定受不了。当时黑方走了一步知识，你想换马门都没有了，我这边先手打着你的马呢。红方退马以后，黑方呢继续选择一步知识，你想换马彻底的没机会了。现在红方实施自己的计划，赶紧退炮，准备把炮往过溜啊。黑方进车一捉，一点机会都不给你。红方呢再把炮拉起来，此时此刻黑方选择一步拱边卒，这时候拱边卒啊可是暗藏杀机。现在红方应该走什么棋啊？应该选择一步退炮。这步退炮啥意思啊？避免你黑方再往前冲卒啊。如果你冲卒，我就不怕你了。红方往前一冲，黑方平炮打车，这车啊可就打不死了。最起码我能把炮给填上。如果这么走的话，红方还算不错。当时在现场啊，红方他太想赢棋了，走了一招平炮。这一招平炮啊，可露出了阵型的弱点。黑方往前一冲，现在你冲了可就不行了。比如说红方现在一冲，那么黑方平炮，这车已经贴墙上了，还能往哪儿跑啊？你不能跑棋盘外边去吧？所以这个车就白丢了，往前冲啊肯定就不行了。现在红方当务之急是什么呀？赶紧把车出来再说。黑方平车，虽然说你的车已经出来了，但是你就跟不住我的后炮了。现在平车抓双，你拿什么解释啊？当时红方是左思右想，首先进炮是不行的。为什么进炮不行呢？黑方退炮打马，直接打串怎么办呀？好像看起来红方没事儿，红方可以上马卧槽，你打我一个马，我还能看上，好像没事儿。您可别忘了，他是两个炮啊。黑方敲一个再说，红方呢往回一踩，黑方再进炮，小马跑了，炮可就白丢了，所以两个呀肯定得丢一个。这么走的话，黑方必胜。当棋下到这儿啊，郑特自己也是相当的懊悔啊。刚才太想赢棋了，把阵型弱点暴露给了对方，这还好得了吗？既然不能进炮了，没办法，只能退马了。黑方进炮真的是不依不饶啊。您看小马能玩哪跑啊？没辙，就剩这一个地方了。黑方飞龙在天，走的简直是太漂亮了。一个象塞住了两个马腿儿，这俩哥们儿是必丢一个呀。咱们回忆一下，刚才黑方都走了一些啥棋啊？首先补了两个士，把自己的家补的那是结结实实，而且保留了自己新鲜的血液。现在一招飞龙在天，二者是必得其一，走的太漂亮了。红方架了一个中炮，那么黑方顺势一杀。当时红方出车，问题可交给了黑方。咱可刚吃掉对方一个马，现在底线叫着杀呢，统将就死棋，而且这边可吃着炮呢，到底怎么办呀？当时黑方相当的从容，选择一步落象，解杀还珠的好棋。首先统将没死棋了，
而且呢，我还捉着你的马呢。红方没办法，赶紧上马。黑方呢平车，这回小马啊没地儿跑了，迫于无奈只能换炮了。红方把炮一吃，黑方呢也把马一吃。红方进车过河，来一个先手捉炮。黑方把炮拉回底线，红方啊赶紧把中卒吃了再说。虽然您吃掉我一个中卒，但是这两位爷可还挨着呢，所以黑方往下一冲，我也过一个。红方平车捉炮，黑方呢把象落回去。问题呢交给了红方，还能不能继续进攻啊？如果想继续进攻，只能进车了。黑方会怎么走呢？黑方会选择进车。你吃我一个大鼻子无所谓啊。比如说红方车杀中象，那么黑方顺势一杀。这俩哥们半身不遂了，眼看着人家进攻啊，自己是单车寡炮瞎胡闹，所以走成当前的盘面，红方必输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你就是单车寡炮瞎胡闹，就别惦着赢棋了。红方啊直接把卒一吃，赶紧求和吧。黑方进车过河，就您这俩兵，说啥我也得吃一个。红方平中车。现在身为黑方来说，可千万别走随手棋。如果现在黑方把中卒一杀，人家炮击中象一将军，这大车可就露出来了。所以啊，吃兵肯定是不行的。当时黑方再选择飞象，我呀跟你慢慢走。红方把炮给平开，那么黑方把边卒一吃，红方沉炮一将军，黑方的落士。红方选择一步落士，黑方平车。这步平车啥意思啊？准备接应自己的马，赶紧往上跳啊！此时红方平炮，当时黑方是想了又想，你这平炮啥意思啊？准备以后平车，然后下底给我换炮，门儿也没有。当时黑方选择了一脚上马，红方是二话不说直接认输了。咱们看看红方为啥要认输呢？如果当时黑方选择了一脚上马，那么红方啊确实是有点机会的，把车给平过来。比如说黑方继续上马，那么红方沉底车，这小炮给换了，确实不好赢了。黑方把炮一吃，那么红方顺势一杀。您可别忘了，人家红方还有单车摄像权呢，就这三个子确实不好赢棋啊。既然你黑方选择了上马，我的车平不过来了，认输啊也就认输了。点关注不迷路，咱们下期视频呀更精彩。